今天要吃火锅了啊！依旧是我们家必备的愉快火锅底料。自从吃了他们家的底料，我再也不吃其他家的底料。它这个是1斤装的，这个是微辣的，这面是牛油，然后这边是辣椒，然后会给一袋鸡精啊、盐啊什么的调味的东西。这一袋是1斤装，基本上我家就一顿是1袋或者2袋，因为这个冷藏之后它会更方便，就是因为它会整个是一个块儿。哎呦！然后这个我一般都放半袋，留着半袋可以炒菜。等着开锅吧。这个是贡菜，他们家卖的这个基本上就都是卷成一个卷儿，是10块钱，可以煮出好大一盘。哎，我们最简单的懒人串火锅，贡菜、鸭肠、蛋饺、包心小丸子。这个是一个黑鱼片、香油碟儿，还有盒装的羊肉片。这个是手擀面。老底下买的，开锅喽！看它上面有好多飘着的那个花椒还有辣椒，开动吧。先煮一下这个鸭肠啊，这鸭肠一般我们都是买那个冻的，然后回来拿小苏打泡一下，它就会特别脆。北京这边能买到鲜鸭肠比较难弄，比较难找，所以一般都是冻的。鸭肠刚才煮了半盆儿。标准的香油碟，蒜泥加蚝油，加香油。他们家的底料是几年前啊？3年前吧，第一次去重庆在他们家吃的，然后后来就跟老板成为了朋友。后来他们家开始有这种成袋的底料，在疫情的时候挽救了我。后来就一直吃，好多人都说挺好吃的。我觉得，反正我是不吃别人家的底料我妈也爱吃火锅，所以只要我回来，我们家就摆火锅阵。有我朋友圈的都知道，我们家那火锅阵简直真的是火锅阵。其实愉快他们家就是在店里面吃火锅，那个鸭肠，然后老肉片儿，然后什么牛肝之类的都特好吃，只可惜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快递的。只能去当地了。只能是重庆当地吃，能快递到家的也就只有贡菜、午餐肉、底料、干碟和香油而已，还有苕粉。哎，好了，我们来捞一下这个。这个是贡菜，我也已经向很多人安利过这个菜了，真的很好吃哦，而且是只有就是川渝大地的火锅会煮这个，煮短一点是脆的，煮久了是软糯的。然后这个是蛋饺，这个是蛋饺，超市里都有大蛋饺。然后这个是那种这2年比较火的，就是免浆的黑鱼片，就是它已经给你抓好了，类似水煮鱼那种片儿，然后你就煮锅里。这个黑鱼会比较好熟，就大概有点像涮腰片啊之类的那种，真的基本上就是水煮鱼的状态。它会有一点就是卷不拉几的那种感觉。大蛋饺，有没有人爱吃这个？有。这个好吃。这个馅儿还挺大的。软乎乎的，然后这个贡菜强烈跟你们安利。还有没吃贡菜的吗？这个状态就是那种刚好软，但还带点脆。这个贡菜是莴笋科的一种，然后但它跟莴笋还不太一样，可能类似。我跟我妈吃火锅都是调一碗麻酱，然后调一个香油。我吃香油，我妈吃麻酱。到最后我的香油吃完了，我妈的麻酱如果剩下了，我再吃一碗麻酱。我妈还是喜欢吃我调的麻酱，她老说外面买的那种料不够浓。但是就老觉得火锅店调出那个麻酱就是不一样，就是家里怎么也调不出来那个味儿。比例还是很重要的。
一大口贡菜。刚才煮的鱼片，这种鱼片会特别嫩，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刺儿。但是有的时候会有小刺儿，你们小心一点。这个鱼片有的时候不吃火锅的时候，做个水煮鱼，那个花椒跟辣椒拿油泼。哦，一块家也有花椒和辣椒，这都是重庆那边当地市场会卖的那种。那个好香啊！然后刚才把鱼片都扔锅里煮了。这个是刚才捞出的鱼片，然后还有点沉底的贡菜。他们家底料的辣椒还挺多，所以拿漏勺一捞就能捞出好多来。其实重庆火锅煮面条的很少，但是我很喜欢吃，而且一定要用那种圆的最粗的手擀面，或者是这种宽一点的面。羊肉片。爆酱小鱼丸，你们可能觉得我煮的很粗鲁，但是我真的告诉你们，这么吃特别棒。现在这个贡菜就是比较软的状态，就是像煮久了的那种菜叶子。已经开始咕嘟了啊！这是我的重庆羊肉鱼丸火锅面，万里江山一片红。其实这个重庆火锅底料煮面条特好吃，就只不过重庆那边大多数都在煮粉儿。他们当地吃那个碱水面比较多，我们这边还是吃手擀面比较多。好了，这个也差不多好了。哇，太香了！这个现捞面条啊，面条，丸子，看着不太讷啊，但是它真的很好吃。这个红油煮面简直是绝了！你们自己如果在家懒得煮火锅的话，你就掰一小块底料煮个面条都特别棒。这是刚才的香油啊，我就倒进去。来了，火锅面。既有火锅的牛油香，然后还有那个香油的香，再加上蚝油，正好提一点咸味儿，特别棒。然后你们真的可以试试这么吃，再随意煮一点你们想吃的青菜。然后如果你们买不到，或者是懒得去买这种就是鲜面，你们可以买那种宽的刀削面，就那个煮完了跟这个也差不了太多，特别的棒。就我有的时候如果懒得做饭，或者烧油热了，我就掰半块那个底料扔锅里，就不用火锅，用铁锅，然后煮点面，煮点丸子，你们可以把它当成牛油版冒菜。这个羊肉片就是超市里哪儿都有的羊肉片，因为这个底料本身会有一点咸味儿，其实你煮出来，就算你不蘸料，它也是好吃的。包鲜小鱼丸，这个是我妈最钟爱的丸子。有的时候我会想吃苕粉，有的时候我就想吃面，毕竟北方人嘛。太香了。吃过都说好。